我娘是大楚唯一的女战神，在军营里最忌徇私。戍边归来亦是如此，待堂姐永远比待我亲厚3分。她从漠北带回一对羊乳玉镯，我伸手去接，她却当众越过我，戴在了堂姐腕上。阿瑶肤色白，衬得起；你晒得黑，带着反倒折了玉的光泽。宫里赐的碧晨茶，1年只得2两，我还没见着茶叶的影子，她便尽数送去了堂姐房中。你性子躁，喝什么茶都是牛饮，白糟蹋好东西。直到今日宫宴，皇后欲为太子求娶我这个母亲唯一的嫡女，母亲却当众下跪。娘娘万万不可！臣妇此女顽劣，实在配不上太子殿下。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将我贬得一文不值的人，是我的亲生母亲，大楚唯一的女战神。皇家婚娶岂是儿戏？你当众如此贬低亲女，是在质疑皇后的眼光，还是在推诿圣恩？将军慎言，妙仪这孩子温顺规矩，哪有你说的这般不堪？娘娘，臣的女儿什么品行，臣最是清楚。反观臣的侄女舒瑶，瑶儿温婉贤淑，知书达理，臣心中早有打算，想将瑶儿过迎到我们长风名下。原来昨日妙仪说的心上人，竟是太子。他若是真嫁入东宫，身份压过阿瑶，外人必定要嚼舌根，说我偏袒亲女。阿瑶今后该如何立足？我今日把妙仪贬得一文不值，也是为了她好，免她将来卷入楚魏纷争，更免阿瑶受委屈。原来他在大殿上将我的尊严踩碎，只是为了给他的宝贝嘴女铺路。亲娘都嫌弃成这样，看来这秦家嫡女是真的品行不端。就是，大楚战神都觉得她粗鄙，谁敢娶回家呀？秦舒瑶既要过继到林将军名下，也算秦家嫡出，那便为太子聘舒瑶为太子妃。臣女谢皇后恩典。不过妙仪毕究是林将军的亲生骨肉，不如以侧妃之礼一同入东宫，姐妹同心侍奉太子，岂非佳话？多谢皇上皇后娘娘抬爱，臣女普两之资，无福承受东宫荣华。这一份赌给旁人的偏爱，我不要了。这京城的荣华，我也拱手相让。往后山高水远，母女情分就此断绝。今日你在殿上退了侧妃之位，做得很好，知道不该抢你姐姐的东西。母亲，您在殿上当中说我粗鄙顽劣，您有没有想过我的名声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以后又该如何自处？您考虑过我吗？你怎如此不懂事？你姐姐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心思最是敏感。你是长房嫡女，爹娘俱在，家世显赫，你什么没有？你非跟他抢什么？爹娘俱在，家世显赫。母亲，我住的是漏风的偏院，用的是破旧的茶盏，身上穿的是堂姐挑剩下的衣裳，我到底有什么？这丫头怎么如此小家子气？阿瑶无依无靠，我若不偏疼她几分，她如何在府里立足？妙仪是我的亲女儿，受点委屈怎么了？难不成我还会害她？真是不识大体。原来是这样。小姐，每年侯爷前脚在边捐差人送来给您的生辰礼，大夫人后脚就派人全数搬走，连个渣都不剩的送去姚姑娘院里。您为了大夫人的名声，忍了这么多年，可换来的是什么？我以为只要爹娘平安回来，一切都会好。可原来，因为堂姐可怜，我就什么都得让。是啊，姚姑娘急逼，大夫人推了紧急干务，策马几十里来上金簪。可轮到您急逼呢？我从清晨等到日暮，北境雪灾，为娘需坐镇调度，不及归，无儿见谅。小姐，桃枝，我今日才彻底明白，他的心里有天下的百姓，有他的兵，有那个可怜的堂姐，唯独没有我这个亲生女儿。我早已为你选定一门亲事，是个参军。为娘反复斟酌许久，小门小户无朝堂纷争，不用与人争风吃醋，平淡安稳过完一生，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福气。平淡安稳的福气，秦舒瑶能风风光光地嫁入东宫做太子正妃，而我身为大楚战神永安侯唯一的嫡女，去嫁一个九品参军，反倒成了糟攀。你胡说什么？我不嫁。父亲还在边关军营巡视未归，你没有资格一人独断我的婚事。放肆！我还没见过哪家姑娘敢这样顶撞长辈。既如此，
趁你爹还没回来，我便直接将你的婚事办了。等他回来，一切尘埃落定，他也无话可说。小姐，您的脸是大夫人打的吧？您可是她的亲女儿啊，她怎么就分不清里外呢？差点忘了，这是今日贵妃娘娘身边的内侍悄悄送来的。这是贵妃娘娘母家的祖传玉佩。小姐，您是没看见外面的架势，夫人把压箱底的嫁妆全搬出来了，光是给姚姑娘准备的那套赤金点翠头面，就装了足足3个大匣子。那些可都是夫人当年从娘家带来的宝贝，按规矩本就该留给您这个嫡女才对啊。那些东西我已经不在乎了。二姑娘，夫人请您去正厅一趟。还不跪下！女儿未做错任何事，为何要下跪？你毁了阿瑶的嫁衣，还敢说自己没错？母亲在军营断案，也是如此无凭无据、信口开河的吗？还敢顶嘴！阿瑶的贴身丫鬟昨晚亲眼看见你形迹鬼祟的出没在阿瑶院子里，你分明就是自己当不成太子妃，存心报复。你叫什么？奴婢叫翠儿。你昨晚何时见到的我？戌时3刻。在何处？在姚姑娘院门口的竹林边。我穿了什么衣裳？藕荷色的篦子。你撒谎！那竹林在姚姑娘院子的西北角，过了戌时没有灯笼。你离那么远，又是黑灯瞎火的夜里，怎么看得清衣裳的颜色？夫人饶命！是奴婢昨晚端砚台时不小心弄脏了嫁衣，奴婢怕被责罚，才污蔑二姑娘的。自己做错了事，竟敢污蔑妙仪！妹妹，都是姐姐我管教不严，还差点冤枉了你。姐姐给你赔不是了。既然是误会，阿瑶也道过歉了，那就息事宁人吧。母亲，蓄意污蔑，按府里规矩当严惩。若是这般轻饶了，以后岂不人人都效仿？你这孩子怎么这般倔？那丫头毕竟是阿瑶的人，若真当众严惩，阿瑶的脸面往哪搁？你受点委屈怎么了？又不会少块肉。按家法，污蔑主子，杖毙。小姐救我！瑶儿的嫁衣被毁，来不及重新赶制了。你那件云锦七凤嫁衣，暂且先拿出来给瑶儿应急。凭什么？这件云锦七凤嫁衣是祖母留给我的遗物，是父亲特意自置我院中的。凭什么是他身边下人犯错，让我替他收拾烂摊子？都是一家人，分什么你的我的？瑶儿要嫁入皇家，体面一点不能少。你反正只是嫁个参军，穿那么华丽的嫁衣做什么？也不知道你爹怎么想，这么好的东西不留给阿瑶，偏偏留给你。那是因为父亲分得清楚，他知道谁才是他的亲生女儿。我有时候真的宁愿你留在边关，永远都别回来。放肆！来人，取军棍！今日我要好好惩戒这个不知感恩、忤逆生母的逆女。夫人饶命啊！小姐自幼体弱多病，每年入冬都要生一场大病，实在挨不起军中的刑罚呀。一派胡言！他金尊玉贵养在京城，我每年送多少药材珍宝回京，何来体弱一说？你这副作态是做给谁看？今日我就要好好磨掉你一身桀骜性子！来人，给我打！古有哪吒剔骨还父，割肉还母，我做不到那般壮烈，但这身血肉，今日也算是还给他了。大伯母让我来给你送药，实话告诉你，那件嫁衣是我自己泼的墨，翠儿也是我指使的。我就是想看看大伯母到底是信你还是信我。你瞧，你费了那么大劲自证清白，到头来又有什么用呢？你的云锦七凤嫁衣现在还不是乖乖挂在我的房里？大伯母说了，那料子绣工都是极好的，配你可惜了。呸！不要脸的狐妹子！
是华府膏，伤口沾上这东西会烂掉的。他怎么改毒？不行，我这就去找夫人做主。别去，他敢这样明目张胆的送来，就是料准了母亲会偏袒他。你现在去闹，到头来受责罚的只会是你我。那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伤口烂掉啊！明日你出府，找个大夫重新开药。今夜我暂且忍耐。小姐，您怎么就这么苦啊？桃枝，没事的，睡一觉就好了。以前被抢了东西，挨了训斥，看着母亲抱着堂姐，我都是这样告诉自己的，睡一觉就好了。是母亲吗？不会的，她现在应该在堂姐房里，替她掖被角，替她挑嫁妆，盘算着怎么让她风风光光的嫁进东宫。今日我也是被气昏了头，我怎么能用军营的法子对她？许是在军营待久了，不知该如何与女儿相处。罢了，我为她选的人家虽清贫，却能长久留在京城。等瑶儿顺利嫁入东宫，尘埃落定，我便慢慢弥补亏欠妙仪的10几年。不会再有那个机会了。大伯母，东宫的聘礼果然气派，这般大的排场，足见太子殿下对阿瑶的看重。你是未来的太子正妃，这体面自然是少不了的。靖王殿下，怎么是您？本王今日携聘礼登门，特来求娶永安侯府嫡长女秦妙仪。难怪宫宴上贵妃屡次维护妙仪那丫头，原来妙仪心仪的不是太子，是靖王。可靖王并非良配，远不如我选的九品参军安稳。王爷见谅，妙仪她性子顽劣，且臣妇已为她许了人家。凌将军，婚书在此，本王与妙仪的婚事早已定局。这婚书从何而来？我这个当母亲的怎么不知道？婚书是我签的。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原定不是还要1月有余才归府吗？我若是再晚归一步，我永安侯的嫡长女要被人草草许给一个九品参军了。大伯父息怒，伯母也是一片苦心。妙仪妹妹性子桀骜顽乱，心气不定，最是受不得拘束。伯母为妹妹挑选寒门，是实打实为妹妹的余生考量，并无半分恶意。住口！我大房的家事，轮得到你一个二房的小辈插嘴智慧？你对孩子凶什么？阿瑶哪里说错了？妙仪性子执拗叛逆，若非我步步约束，替她筹谋，她早已闯下大祸。更何况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凭什么擅自做主，私定妙仪与靖王的婚事？我为阿瑶定了太子，你转头就给妙仪定下靖王，你这般行事是逼着秦家两头站队，2个无辜孩子的终身，何苦要沦为朝堂博弈的棋子？凌将军多虑了，本王此生无心储位，更无争权夺利之心。早前已请旨，待与妙仪大婚礼成，便即刻携王妃远赴封地，此生不返。此生不返？靖王离京不涉朝政，太子妃之位又稳稳落定在我身上，以后我便是大楚皇后，尊荣无限。方才我已入宫面见皇后，言明我膝下唯有妙仪一女，此生绝不过意任何旁人。娘娘已然下旨，撤回与舒瑶的婚约。你疯了！婚约既定，岂能说退就退？阿瑶被退婚，名声尽毁，往后她在荆州如何立足？谁家还肯接纳她？那你当日在皇宫大殿当众贬低、折辱妙仪之事，可曾想过你的亲生女儿彼时该如何自处？大伯母，别怕，阿瑶别怕，有大伯娘在，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启禀侯爷夫人，回春堂的大夫登门，说是来讨要侯府欠下的诊金药。荒谬！堂堂永安侯府，怎会赊欠一介市井医馆的银两？是谁欠下的债？是二姑娘欠下的。哼，真是越发胡闹放肆！府中锦衣玉食，银两充足，难道还缺他治病买药的钱？整日在外惹是生非，莫不是在外染上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脏病，不敢让府中知晓，才偷偷赊账买药，丢人现眼。正好让侯爷与靖王亲眼看看我这个亲闺女有多品行不端，说不定还能借此机会稍稍挽回阿瑶和太子的婚事。把人带进来。二姑娘得了什么病？你老实交代。
二姑娘是受军棍刑罚，背脊皮肉大面积开裂，淤血溃烂，本就伤势极重，后续又不慎敷上腐蚀性极强的化腐药膏，新旧伤势叠加，导致伤口持续恶化，皮肉腐烂流脓。军棍！没人敢对我女儿动用军棍！是我打的，他屡次顶撞长辈，不知悔改。我身为生母，严加管教有何不可？我前日分明让你送去上等金疮药，何以伤势会恶化至此？按理早该结痂愈合才是。想来是妹妹心中赌气，不愿用我送的药。你撒谎！侯爷明鉴，那日夜里，姚姑娘送的根本不是金疮药，是化腐膏。小姐心知是姚姑娘故意加害，可她知晓夫人素来偏心姚姑娘，就算揭穿真相，夫人也绝不会为小姐做主，只会变本加厉苛责小姐。小姐彻夜剧痛难忍，伤口发炎，高热昏迷，实在撑不住，才命我出府寻大夫诊治。我们小姐囊中羞涩，付不起诊金药费，万般无奈之下，才不得已赊欠医馆银两。我家小姐在府中过得连普通下人都不如啊！好一个永安侯府，堂堂功勋世家，将门府邸，竟容不下一个女郎，任由她身受重伤，无药可医，被逼得赊账求医，受尽折辱苛待。即刻入宫传本王令，速请太医院院正亲赴侯府，为王妃诊治疗伤。今日之事，本王定会亲禀父皇与母妃，秦家必须给本王一个交代，否则此事绝不罢休。王爷放心，此事我必彻查到底，严惩所有作恶之人，给妙仪、给王爷一个交代。大伯母，该杖责的杖责，该发卖的发卖，一个不留。晋王殿下不便入闺房探视，特意嘱咐我将这个送给你。身为父亲，我竟不知你爱吃栗子糕。不怪父亲，只因堂姐自幼对栗子过敏，母亲便一声令下，全府上下数十年不准置办半点栗子产品。今日之事是你刻意筹谋的，对不对？父亲是不是觉得我心机深沉，精于算计？傻孩子，为父只是心疼你小小年纪受尽委屈，被逼得步步为营，自保周全。我与你母亲常年征战沙场，熟读兵法，算计人心，皆是为了自保，为了家国。你不过是为自己争一条生路，讨一份公道，从未害人作恶，何错之有？方才我已将府中上下尽数拷问，这些年下人欺上瞒下，桩桩件件皆已查实，你母亲也尽数知晓，她是真的悔了。她此刻就在门外，你是否愿意见一面？自那日杖责后，我耳边便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半分心声。原来那场彻骨疼痛，早已斩断了我们之间唯一的母女羁绊。我不见。姑娘，您瞧，这又是晋王殿下今早差人送来的。自您养伤起，王爷是日日送，稀罕药材、名贵摆件、精致吃食，都快把咱们偏院堆满了。如今府里彻底整顿了，再也没人敢怠慢您了。至于大夫人，知道您不愿见她，便主动去了郊外大营驻守。不见，于你我而言，便是最好的清静。
既然这丫头的伤可好些了，既然为何不亲自回府看看？你只需低头说一句软话，道一句歉，多年母女情分未必不能挽回。哪有当娘的给孩子道歉的？该罚的下人我都罚了，该处置的人尽数处置了，往日夺走的生辰礼物件中宝我也尽数还回去了。我已然做到这般地步，还要我如何？你还敢提生辰礼？我每年在边关费心搜罗的稀罕物件，前脚刚派人送回侯府，你后脚便命人截胡，尽数送给舒瑶。多年夫妻，我竟不知你背地里竟有这般算计，跟我玩暗度陈仓的把戏。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丈夫？他一生凄苦，婚姻不幸，郁郁而终。我过得比他好，嫁得比他顺累，我怎能再让他的女儿再处处不如我的女儿？我不过是想弥补遗憾，对得起故人托付。你弥补故人，凭什么要牺牲我的女儿？你想保全公正无私的名声，有千百种稳妥法子，唯独不该苛待妙仪。她是你生的，也是独立鲜活的人，不是你标榜公正、自我感动的牺牲品。就像你当年嫁我为妻，按道理不也得遵照出嫁从夫的道理？我可有半点束缚过你？不然你这第一女战神的名号从何来？那不一样。你若始终这般执拗，这辈子你不仅会永远失去妙仪这个女儿，连我这个丈夫，你也一并留不住。报，启禀将军，府里传下话来。府里说什么？可是那丫头的伤。府里传说，贵妃接姑娘入宫小住，待大婚之日，从皇宫出嫁。寻常臣子之女，从未有婚前入宫被会的先例，这般行事不是惹人非议吗？贵妃亲情圣旨，名正言顺，合规合理，谁敢非议？再者，妙仪心甘情愿，我这个做父亲的怎么拦？她心甘情愿。妙仪说，贵妃待她亲厚慈爱，视如己出，她也感念贵妃恩德，视如亲母。你这个亲生母亲做得太过失败。娘娘厚爱，臣女受之有愧。我早年也曾育有一女，若是平安长大，今年也该你这般年纪。这锦被本是我为她亲手准备的，可惜她早早夭折，忌日正好碰上太后生辰。那年我烧纸祭拜，险些被发现获罪，是你为我遮掩周全，保全了我与靖王。我对你一见如故，本想认你做义弟，如今你是我名正言顺的儿媳，亦是我的女儿，这个锦被赠予你，再合适不过。往后你与焕儿成婚，若他敢待你半分不好，尽管来告诉母妃，母妃定然为你撑腰出气。在这里，长乐宫便是你的娘家，我便是你的母亲。瞧瞧这10里红妆，从皇宫一路扑到了靖王府，当真是盛况空前啊！可不是嘛，靖王殿下迎娶永安侯府嫡长女，当真是举世瞩目，气派至极。父亲，女儿这一走，山高水远，您在京中定要万分保重。好，妙仪，此去封地千里，有靖王护你，为父便放心了。若受了委屈，写信回府，爹替你做主。岳父放心，本王此生定护妙仪周全，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他到底还是来了，始终只敢躲在暗处远远望着，不敢靠近。只是这迟来的母爱，我早已不需要了。夫人，二老爷回来了。你还有脸面回来？
当年你流连花街柳巷，买官卖，作恶多端，才被朝廷贬黜流放，害得贤娘郁郁而终，幼女孤苦无力。你今日竟敢踏回侯府半步！听闻我家瑶瑶要做太子妃，我便是未来国丈，自然要回来享享清福，沾沾荣光。你还敢提？太子婚约早已作废。什么？退婚了？你女儿歹毒心肠，害人害己，如今声名尽毁，早已远嫁境外，都是你混账无能，一生浪荡，害苦仙娘。今日我便打死你这忘恩负义的畜生！你以为你心心念念的好闺蜜是什么好人？你死到临头还敢污蔑贤儿！当年嫉妒你要嫁给文武双全能继承爵位的大哥，婚前故意设计，将生米煮成熟饭，顶替你嫁入侯府。这不可能，他不是这样的人。谁知他阴差阳错爬错床，最终嫁给了我这个废物。亏你傻乎乎记了他一辈子，愧疚一辈子给我养女儿。瞧瞧你，数十年的愧疚和补偿，你为了一个早就背叛你的人，偏心苛待你自己的亲骨肉。你把阿瑶捧在手心里，把你亲生女儿的尊严踩在泥里，全是一场荒唐可笑的自我感动。你对得起秦妙一吗？夫人，妙仪，我的妙仪啊！妙仪等娘啊！站住！前路已封，无朝廷通行令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关。放我出去！我是林将军，我亲生女儿就在前面的队伍里，让我出关！林将军，军令如山，今日无圣上特批灵牌，便是天王老子来了，这关口也休想打开。我的妙仪，娘错了，娘真的知道错了，你回来好不好？妙仪，你回来，娘带你回家，你回来啊！王妃，您快瞧瞧，这又是京城贵妃娘娘亲自挑选，派人送来的域外珍稀贡品和名贵物品。娘娘疼您，这好东西当真是岁岁不绝，年年都送呢。母妃最是记挂我们。桃枝，你去库房把咱们封地今年刚送上来的时令瓜果和特产珍品挑最好的装箱，即刻派人送回京城，孝敬母妃。是，奴婢这就亲自去办，保管出不了半点差错。这般看来，我倒像是入赘给你的赘婿。王爷又胡说了，哪有王爷这样的赘婿？我何其有幸，终究熬过了年少所有的苦寒窘迫、委屈无助。往后岁岁年年有良人相伴，终是守得云开见月明。退后，都退后！官府发粥，人人有份儿，别急了！凭什么今天只有半碗，昨天还是一碗呢？官府私吞赈灾粮了，是不是？朝廷赈灾粮3天后便到，这几日先按半天分发，谁敢借机生事冲撞周棚，按律处置。说的好听，3天后我们早饿没了，让靖王出来给个说法。谁敢聚众闹事？这就是你治下的云州，灾民哄闹，秩序全无。秦妙仪，你就是这么主理封地的？林将军刚到，怕是不清楚情况。洪水冲了下游官仓，存粮见底，减量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我看是你调度无方，连区区救灾粮都筹不明白。当年你父亲教你的本事，你都学到哪里去了？将军是来督察河防，还是来训人的？守不住堤坝，再多粮食也没用。你多少年了，这孩子永远是这副不冷不热的样子，跟他说话简直像对着快万年不化的坚冰。哎呀，二位消消气儿，灾情要紧，咱们先回州府议事，从长计议。走，去州府。什么人嘛，刚一来就摆架子骂人。小姐您都熬3天3夜了，他看不见吗？我本以为时隔2年再见，哪怕不亲近，至少能客客气气谈公事，没想到他还是老样子，永远先指责，永远是我的不对。
灾民数10万，存粮只够撑3日。秦妙仪，你打算怎么办？靠每天半碗粥熬到朝廷送粮来？我已派人去灵州借粮，3日内必有回音。白芦洼分洪已成，水势已退，再过半月就能补种秋粮，灾情不会持续太久。哼，分洪，白芦洼10几个村子，上万亩良田，你说淹就淹，百姓损失你赔得起吗？总比下游7州县全被淹了好。舍小保大，这不是将军当年教我的吗？当年我和侯爷讨论治河方略，确实说过这4个字，可纸上谈兵容易，真落到实创哪有这么简单？但这孩子竟然已经能独当一面了。靖王妃，下官有一事不明，云州年年都有修河银两，堤坝怎么会溃得这么厉害？莫不是有人中饱私囊吧？王御史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灾来的蹊跷，粮也缺得蹊跷。靖王妃还是尽早把账册拿出来，让下官查验一番，也好还您清白啊。账册自然会给你看，但不是现在。眼下救灾是头等大事。王御史要是闲得慌，不妨去周棚施粥，总比在这里说风凉话强。凌将军，您看这，他这分明是做贼心虚，有意拖延。靖王妃说的对，救灾为先，查账的事延后3日。王御史，你要是坐不住，就去河堤上督工。凌将军，怎么？我的话你不听？下官不敢。散了，你跟我来书房。你老实告诉我，修河的银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将军觉得我会贪墨赈灾银？我没说你贪，我是问你下面的人有没有动手脚。你年纪轻，镇不住那些老油条，别被人蒙在鼓里。不劳将军费心，我心里有数。你有数？你有数能让堤坝溃成那样？秦妙仪，你别太自负，治水不是闹着玩的，死了人你担待得起吗？担待不起也得担，总比有些人一辈子待在边关，从来不管家里事，回来就只会指手画脚强。你说谁指手画脚？谁应就是谁。真是跟你爹一个德行，倔得像头驴。我其实也不想这样跟他针锋相对，可为什么只要一面对他，委屈就往上涌？我想让他也尝尝我当年到底有多难受。王妃，不好了，城西粮库走水了！调一队人跟我去粮库，快！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会走水？不知道啊，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从账房烧起来了，风又大，一下就蔓延开了。账房，粮库的账册全在里面，要是烧了，王御史那边更说不清了。账册还在里面。你疯了！火这么大，账册烧了就烧了，人命重要还是账册重要？账册烧了，贪墨的罪名就坐实了。云州官员清不清白，灾民粮款对不对得上，全靠那些账册。我不能让他烧了。我说不准去就是不准去，你给我站住！让开！我不让。秦妙仪！你不要命了？给我出去！账册还在里面。账册重要还是你重要？金妙熙，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命大？啊！以前我生病受伤，他要么根本不知道，要么就是冷冰冰的一句矫情，身子弱。可现在他为什么会这么慌？不用你管。我偏要管！我是朝廷命官，我不能让你在我眼皮子底下出事。小仙！莲兰，别叫，死不了。
这边有个隔间，先躲进去，等火势小一点再走。你是不是傻啊？什么账册能比你的命值强？我看你这些年在封地是越活越回去了。你后背伤得重不重？死不了，不用你假好心。我以为自己早就不在乎了，我以为我早就恨透了他，可为什么刚才那一瞬间，我的心还是会狠狠揪在一起？当年我挨军棍那次，你有没有过一点点后悔？有过。那时候我刚知道你爹私下给你定了靖王的亲，我气他不跟我商量，气你瞒着我，更气你宁愿嫁去偏远封地，也不愿跟我低个头。原来竟是这样，我一直以为你那般狠心打我，只是因为我护着祖母留给我的云锦七凤嫁衣，扫了你的面子。原来那一顿险些要了我命的军棍，竟然是因为这层缘由。我那时候总觉得你是我女儿，就得听我的，我给你安排的路才是对的。我怕你嫁去封地吃苦，怕你卷进朝堂纷争，可我忘了问你，你想不想要？我等这句话真的等了太多年了，多到我都快要忘记曾经的自己是多么期盼能从生母嘴里听到一句软话。可你迟来的歉意还有用吗？那些寒冬腊月里缺炭的夜晚，那些被抢走的生辰里，那些躲在被子里哭的日子，哪里是一句你错了就能抹平的？你现在说这些没意义了，都过去了。是我活该，是我当年亲手把女儿的母女情分做没了，现在再后悔，当真是太晚了。王妃、凌将军，你们在里面吗？我们在这儿。吓死我了！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他后背受伤了，先带他出去。凌将军，快，先出去治伤。将军，您这伤得好好休养，不能再劳累了。妙仪长大了，她的身边已经有了全心全意疼她、护她的人，她再也不需要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了。某些人啊，嘴上凶得很，倒是会做面子功夫。真要是心疼，当年也不至于下那么重的手。桃枝，妙仪，怎么了？刚才在火场里他说的那些话是真心的吗？还是只是危急关头的随口一说？我不敢信，也不想信，怕信了就又会像当年一样满怀期待，最后摔得粉身碎骨。放火的人抓到了，是梁道官身边的随从。果然是梁道官，修和的银两从他手里过了好几道，这次堤坝溃得这么蹊跷，多半和他脱不了干系。审了吗？嘴硬得很，只承认自己放火，不肯说受谁指使。你放火烧账册，是想销毁梁道官贪墨的证据吧？修和银赈灾粮，他吞了多少，你心里最清楚。现在他把你推出来顶罪，你还替他瞒着？不说也行，你家里妻儿老小，现在应该已经被请到州府了。我什么都说，是梁道官大人让我放的火。账册里记着他这些年贪的银子，他们你们查，就让我烧了账房。还有堤大也是他动的手脚，修河的银子他贪了大半，堤坝都是偷工减料修的，根本经不住大水。果然是他。
王御史那边呢？他有没有和王御史勾结？有，王御史这次来就是为了帮梁道官把罪名栽赃到靖王妃身上。他们早就认识，当年赵偏奖的事儿，王御史也掺和了。赵偏奖，当年我亲手斩杀的那个贪墨军粮的副将，王御史是他的门生。原来这次他是冲着我来的。好得很，拿上供词，跟我去驿馆，我倒要看看这位王御史还有什么话好说。林将军，靖王妃，你们这是做什么？做什么？王大人自己看看吧。你勾结梁道官，贪墨赈灾银，栽赃靖王府，这事儿你怎么解释？这是污蔑，是屈打成招。我是朝廷钦差，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屈打成招？赃银我们已经在梁道官家里搜出来，书信往来也找到了。王大人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我是御史台的人，你们无权处置我，我要上奏陛下。你尽管奏，我倒要看看，陛下是信你这个贪墨枉法的御史，还是信我手里的人证物证？当年赵偏将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次的事，谢谢你。谢什么？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云州百姓，为了不让贪墨之徒逍遥法快。原来他一直都是这样，嘴硬心软，明明心里是关心的，可说出来的话却总像是在骂人。以前我的眼里看得到他的偏心和严厉，直到如今我才隐约看懂他这笨拙的好意。对了，这是我当年整理的河防纪要，还有你父亲写的治河札记，你留着，以后治水能用得上。谢谢。跟我客气什么？你是我女儿，这些东西本来就该给你。王妃、将军、小世子和小郡主过来了。母妃，林老将军，林老将军，乖，拿着，保平安的。多谢老将军。这是我的外孙、外孙女，如今能这样静静的看他们一眼，和他们说上一句话，我这辈子已经很知足了。好像能这样也挺好的。这些东西你留着，以后治水、练兵都能用得上。你不留着？我年纪大了，用不上了，放在你这里比放在我手里有用。北境那边我已经上奏朝廷，以后鹰嘴崖的防务归我管，我就守在那里替你看着北边，要是有外敌来犯，我替你挡着。北京苦寒，你年纪大了，何必呢？习惯了。再说了，守在那里离你近点，万一你这边有什么事，我也能赶过来。不敢看你嫌烦，怕惹你厌恶，我就只想守在一个离你近一点，能看得到你的地方，在你需要的时候能拼了这条老命护着你，这就够了。这个你拿着，庙里求的。你绣的？闲着没事绣的。你要是不想要就算了。要，我要。我天天戴着，睡觉都戴着。林将军，东西都收拾好了，明日一早启程。明日一早就走。
你们要乖乖听话，好好读书，好好练武。有空了就去北京看外祖母。好，外祖母，我们一定会去看你的。我长大了也要去北境打仗，跟外祖母一样厉害。路上保重。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要是受了委屈，就往北京送信。知道了。出发！驾！舍不得，也不是舍不得，就是觉得以前总盼着他走，真走了心里又空落落的。以后常通信就是了。北京离云州也不算远，想他了就带着孩子去看看他。我们回吧，守着我们的家，守着孩子，好好过日子。好。王妃，经理来信。慌什么？侯爷被下了诏狱。说什么？说是当年赵偏将贪谋军粮的案子有人翻供，指认侯爷才是幕后主使。陛下震怒，已将侯爷押入大理寺，等候三司会诊。赵偏将，王御史的恩师，卢参将的救主。这是一条线上的，母亲知道吗？林将军3日前已接到密报，独自进京了。备马，我要进京。王妃，您走了，云州的大局该如何是好？云州有王爷，我去换衣服，一炷香后出发。妙仪，我必须去。我知道，这是我在京中的暗桩名单，危急时刻可用。另外，你母亲独自进京，怕是中了圈套。赵偏将的案子，当年是他亲手斩的，如今翻供，冲的不只是你爹，更是他。我明白。还有一件事，你堂姐秦书瑶1个月前被接回京了，说是远嫁的夫家暴毙，她守寡归家。据我的人查，她根本没嫁出去。这次翻供，她可能也掺和了一脚。好，很好。爹，你怎么来了？云州不要了？有消患在。胡闹！这是圈套。赵偏将的案子当年铁证如山，如今突然翻供，必有蹊跷。你母亲已经进京，你再来是送上门让人一网打尽。母亲一个人，我不放心。你母亲她这些年心里苦。我知道。不，你不知道。当年赵偏将的案子，他斩的不只是一个贪墨的副将，赵偏将手里握着一份名单，上面是朝中大半武官收受伪币贿赂的证据。他斩了赵偏将，那份名单就断了线索。这些年，那些人在暗处盯着他，等着他出错。所以王御史、两道官、刘参将都是那份名单上的，或者他们的门生。那他们现在？如今他们联手翻供，只想把当年的事翻过来，顺便把你母亲拉下水。
只想一个人扛下所有。他以为他是谁？大楚战神？你终于肯叫她母亲了。这些年，你嘴上不说，心里怨她。可她每次来云州，你虽冷着脸，却亲自下厨做她爱吃的菜。她送你的兵书，你夜夜翻阅，边角都磨盲了。妙仪，你们母女俩一个嘴硬，一个心冷，明明都惦着对方，就是不肯低头。爹。去找他，告诉他，我秦烈这辈子没后悔过娶她，也没后悔过把女儿嫁给靖王，让他别一个人扛着。你来做什么？接你回家。胡闹！这是京城，不是云州。你赵偏讲的案子，爹都告诉我了。那份名单还有多少人活着？你知道多少？知道你是替人背锅，知道王御史、梁道官、刘参将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知道你当年斩赵偏将不是为了军功，是为了保护名单上那些还没被腐蚀的人。为爹连这个都说了。他说你这些年心里苦，苦什么？我铃兰这辈子杀敌无数，建功立业，有什么苦的？苦的是你护住了天下人，护不住自己的家。妙仪，母亲，当年的事我不全知道，但我知道你斩赵偏将是因为他想把那份名单交给北地换自己一条命。你把我推得远远的，以为远离你就能远离这些是非，可你忘了我是你的女儿，我身上流着你的血，这些是非我躲不掉也不想躲，我只是想让你过安稳日子。安稳日子不是躲出来的，是打出来的。你教过我，江门之女临阵不退。现在该我护着你了。妙仪，我在。带人犯秦烈。秦烈，赵偏将旧部翻供，称当年贪墨军粮一案是你幕后指使，铃兰为你杀人灭口，你可认罪？荒谬！赵偏将贪墨军粮证据确凿，当年三司会善定案铁证如山，如今时隔多年突然翻供，是何居心？证据，当年的证据皆由凌霞一人呈报，她是你的妻子，焉知不是伪造？当年的账册人证物证俱在大理寺存档，忠诚大人若有疑虑，大可挑阅。至于赵偏将旧部，他们当年为何不敢翻供，如今却敢了？自然是因为林将军威势不在，他们才敢说实话。舒瑶，你来做什么？民女秦舒瑶，当年在侯府，亲耳听见大伯父与达母商议如何构陷赵偏将，如何伪造证据。民女虽人微言轻，却不敢欺君罔上，今日特来揭发。天哪，竟然是永安侯的侄女亲自出面揭发，这下怕是铁证如山了。堂姐，你可知诬告朝廷命官是何罪名？妹妹，你以为你赢了？你以为靖王妃就高枕无忧了？我告诉你，今日不只是你爹娘，还有你，一个都跑不掉。这是当年大伯父写给赵偏将的密信，上面有大伯父的私印，信中言明让赵偏将顶罪，事后保他全家平安。可惜赵偏将信错了人，最终被灭口。这私印确实像是永安侯的。伪造！这信是伪造的！是不是伪造，一查便知。大伯父，你当年为了帮大伯娘遮掩，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可惜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舒瑶，
你母亲贤娘当年是怎么死的？病死的。大伯母不是最清楚吗？病死的。贤娘死前拉着我的手说：“兰姐，我对不起你。”我以为她是愧疚自己嫁得不好，拖累了我，可如今想来，她愧疚的怕是别的事。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你今日来作证，是谁指使的？王御史的余党，还是北狄的人？你胡说！我胡说。你父亲当年被贬出流放，不是因为我揭发他，是因为他勾结北狄，泄露军情。贤娘知道真相后，郁郁而终。她临终托孤，我以为她是信任我，如今想来，她是想让你远离这些是非，好好活着。可你呢？你为了报复我，不惜与虎谋平，拿你父亲的旧部当刀，拿你自己的命当筹码。舒瑶，你母亲若在天有灵，会后悔当年把你交给我。你血口喷人！是不是血口喷人？查一查便知。这是秦书瑶近半年的行踪记录。他所谓的远嫁，实则是住在京郊别院，与王御史的旧部往来密切。这封密信上的私印，经比对，与侯爷真正的私表有3处细微差别，乃是访客。另外，民女已请晋王府暗桩，将王御史余党在北狄的联络人一并抓获，此刻正在押解回京途中。大人若有疑虑，可等人犯到齐一并审问。北狄联络人已供出全部同党名单，此案与王御史、梁道官、刘参将贪墨一案并案审理，证据确凿。人犯秦树瑶勾结北狄，诬告重臣，当即押入死牢，等候秋后问斩。永安侯秦烈无罪释放，凌将军当年所呈证据属实，特此昭雪。大伯母，你是来送我的？是。成王败寇，我认了。事到如今，要杀要剐，都随你。你母亲贤娘当年确实对不起我。你胡说！我娘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是你对不起她。她嫉妒我嫁给侯爷，婚前设计爬床，想顶替我嫁入大皇。不可能！你少往我娘身上泼脏水。可她爬错了床，最终嫁给了你父亲那个废物。她一生凄苦，我愧疚多年，以为加倍对你好就能弥补对她的亏欠，可我忘了，愧疚不是爱，补偿也不是爱。我把对你的好当成对她的赎罪，却生生害了我的亲生女儿，害了我的妙仪。赎罪！原来我在你眼里只是一场赎罪，你今天为何还来？来告诉你，你母亲死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是什么？她说：“兰姐，别怪瑶儿，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到死都在护着你。可你不该跟北谍勾结，不该拿命去赌。你父亲是死罪，你如今也是死罪，我救不了你，也没脸救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有点累。回家。回家。外祖母，我们回家吃桂花糕好不好？好，吃桂花糕，外祖母给你们做。外祖母，你以后还走吗？不走了，外祖母以后跟我们住在一起，天天给你们做桂花糕。好，不走了，哪儿都不去了。母亲，那枚平安符还在吗？睡觉带着，打仗带着，进诏狱也带着。我再给你绣个新的。不要，我就要这个，这个是你第一次。妙仪，你及笄那年我没回来，你是不是很怨我？怨过。现在我知道，那年北京雪灾，你提示在调度救灾，你救了很多人，只是没救到我。对不起，妙仪，对不起。不用对不起。你教我射箭，教我兵法，教我临阵不退，这些都是真的。你只是不会当母亲。
那现在呢？我现在学会了吗？学会了。那就好，那就好。侯爷，看来您复婚有望了。他肯低头，我就给他个台阶。嘴硬，彼此彼此。手腕要稳。你娘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能射中10丈外的靶心了。外祖母，母妃真的那么厉害吗？那当然，我教的。母亲又吹牛，我10岁的时候连弓都拉不开。那后来不是拉开了吗？后来是父亲教的。这丫头又逃课。父王，先生讲的那些我都会了。会了有些。哎，孩子还小，别这么凶。念姨，来，外祖母带你去玩。您就惯着他。我乐意。妙姨，谢谢你。谢我什么？谢你没有放弃他，也谢他终于学会了怎么爱你。你知道吗？当年我挨了军棍，躺在破偏院里疼得彻夜难眠的时候，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有这一天了。所以，不是我谢他，是他没有放弃我。往后呢？往后啊，岁岁年年都是好日子。妙姨，这支桂花开得最好，我给你折下来了。谢谢母亲。谢什么？好看吗？好看。母亲节的。我知道。这是我用10几年等来的日子，山河无恙，良人相伴，往后就都是好日子了。